教主给的封天阵法就是好用，2年了，愣是没有人能把消息传递出去。还有那老狮子巨虎军太废物了，现在跟我们魔教魔兵一比，差的有点悬殊啊。现在的巨虎军已经没法对魔兵起魔力作用了，他们看到魔兵都是一边下身流淌热水，一边战斗了。经过2年的战斗，100万魔兵已经彻底成型了。这100万魔兵一大半都是后来招募的，前面消失的已经死去了。现在魔兵中最低的都有千古境的修为，真武境达到了10万以上，大龙境有上千人。你们也该突破了吧？再不突破到半圣，可就有点丢人了。我们都商量好了，等南山城试完了，就一起突破。也是该结束了，通知下去，解除南山城的封锁，把消息禀告给教主。天无绝人之路啊！老天不绝我王魁啊！魔教，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！臣认为该和镇北王和谈，和谈那是叛贼，该发兵清剿。你们还有心思在这儿吵？仅仅2年，那赵铁衣就攻陷了朕40个城池。启禀陛下，南山城边境传来急报。南山城的偏僻地方能有什么急报？念吧。南山城镇守将军王奎发来急报，说混乱之地的魔教进攻南山城已经2年有余，100万守军现已不足50万，还望陛下马上派兵增援。2年有余，竟然现在才汇报，那王奎是干什么吃的？王奎废物，不堪造就，愧对陛下。启奏陛下，虽然那魔教地处偏僻的地方，但那魔教教主周琼却是惊天的大魔头，此事必须严肃处理。陛下，微臣认为应派兵灭杀魔教。杨林，朕命令你带领200万军队去南山城，一举歼灭魔教。臣遵旨。孟飞扬，你带领塞下学宫的弟子前去，朕要你回来的时候带着魔教教主周琼的头颅。儒道天生克制魔道。王将军，皇城已经派来援军了，半个时辰后就能到，并且孟公主也带着弟子前来了。真的，孟公主也来了，看来陛下是想一举灭了魔教啊！正好，本将军非要摘下那魔教主头颅喝酒，才能解恨。城主，魔教又攻打过来了。我去，魔教这会儿怎么不按套路出牌了？不是派5万魔兵吗？怎么变成100万了？竟以弱兵抵挡魔兵2年，这王奎真乃猛将也。本将乃是大武皇朝骠骑大将军杨林，奉命前来灭杀魔教。我看你还是快快投降，没准还能有个活命机会。我乃魔教战堂堂主魔无道，我就不劝你投降了，因为敢跟魔教作对的，无论你投不投降，都得死。列阵！竟然能凭军阵伤我，魔教确实有过人之处。同阶弟弟我占尽优势。动我的人问过我了吗？好恐怖的刀意，他能一招劈杀我。参见教主。对我魔教出手，你是活够了吗？小小魔道妖人，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吗？你若现在投降，还能给你留个全尸，否则……你们见过烟花吗？特别灿烂的那种。不好！好个魔头，竟然如此残暴猖狂！今天我就要为民除害！废话真多。
我自不动，万法不侵。快走！孟公主可是半圣9层，儒道克魔呀！进。你不服本座？呸！魔头，老夫就是死了也不服！报。怎么样？这血色烟火好看吧？大魔头，有能耐你杀了老夫啊！你不得好死，早晚会得报应的。报应，只有我给别人报应的份。老师，救救我！我还不想死啊！不要向魔教低头！公主，我玉凤甘愿赴死。公主，低头吧，弟子求你了！不要再杀了，老夫服了，服了，要杀就杀了我吧。你大点声，本座听不见。老夫孟飞扬服你了，求求你放过我这些弟子吧。服了就好，本座从来都是以理服人的。屁的以理服人，太不要脸了。教主天下无敌，威震寰宇！教主天下无敌，威震寰宇！哈哈哈哈哈！好。魔头，你不守信用，老夫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！做鬼？本座杀的人可没机会做鬼，屠城一个不留。遵令。原来这里是东域扬州，果然还是东西南北4域的老套路。东域每隔5000年左右开一次天骄选拔赛，所有圣境以下修为的人都可以参加，年纪限制是1000岁。选拔赛在神秘战场举行，期限10到100年，前1000名都有丰厚的奖励。选拔赛期间，东域执法禁止势力间战争，违反者遭天罚。尚有圣级势力因此覆灭。距上次已过5万年，新的大战即将开启。这种主角扎堆的盛会，我怎能错过？战场修炼环境极佳，遍地都是机遇。启禀教主，200万大武元军已全部击溃。启禀教主，南山城全域目标已清理完毕。魔兵死伤如何？请禀教主，魔兵死伤不到10万。好，启程回魔教左通吧。来人，摆架，朕要御驾亲征。陛下不可啊！陛下，陛下，那魔头周琼一刀便击溃了孟公主，对方实力恐怖，您此时不宜亲征啊！你是怕朕赢不了那魔头周琼？去了，怕是要直接臣服送命。陛下，孟公主的仇必须报，不过不是现在。目前国内硝烟四起，当务之急是增强实力。你是说天骄大战？正是。臣建议派大皇子带队参加，待皇子凯旋，定能平定叛乱，扩充地盘，有望晋升帝朝。这确实是我大武最后的机会，可惜我年纪超了1000岁，没法亲自参加。传朕旨意，命大皇子带队参加天骄大战，臣遵旨。陛下圣明。你说那魔教教主周琼一刀就击溃了孟飞扬？是的，孟飞扬儒道克制魔道，对方能一刀胜他，战力确实不俗。那赵丽曾提过周琼，两人似乎还有些恩怨。要是一般人，我就出手帮赵丽平了。现在当务之急是天骄大战，其他事以后再说。大魔头周琼魔威滔天，一刀胜孟飞扬，5万年一次的天骄大战要开了，机遇遍地啊！当年青丘国主就是靠天骄战起家的，我要是能得到机遇，就是下一个青丘国主。系统，我还有多少顶级抽奖没抽？宿主，你还有12个顶级抽奖没用到，都抽了吧，正好给魔教补枪。备战天骄大战。丁，恭喜宿主抽中半圣级霸刀 X3。丁，恭喜宿主抽中魔兵塔。丁，恭喜宿主抽中半圣级血刃 X30。魔兵塔可自行孕育魔兵，同时任何兵器放入内部，兵器的等级都会慢慢的提升。半圣级兵器居多，
正好填补高层兵器缺口。此乃魔兵塔，可蕴养魔兵。凡执事以上弟子，可放入魔兵提升威力。魔王、堂主可入内挑选趁手的半圣魔兵。是。老子也有半圣魔兵了！哈哈哈哈！哇，诸位，我要渡劫了，就先走一步了。好，那我李长生今天也来。这都不像20人渡劫了吧？魔教真是恐怖如斯啊！我才大罗4层，离半圣还远。若非加入魔教，我连大罗都到不了。我们的半圣劫都渡完了，难道还有隐藏的高手要结劫？舒服，再劈得重些。啊，就呀！不愧是教主大人的宠物，就是牛啊！雷劫劈身，却如按摩大铆接一般。是啊，白大人的实力也算是我魔教顶尖的了。白大人那儿都好，就是这回突破到半圣了，估计我们就安全了。世杰，话上次我费了大力气采摘到的万年云果就被偷了，我还看到了一丝黑影，可惜白大人不会承认。再说我也不敢去问啊。老大，我突破到半圣境了！以后你不对，你带出去肯定贼有面子。除了不能骑，别的都挺好。天骄战正式开启，生灵可自行进入，通道3天后自动关闭。魔教高层速来天魔殿，魔无道立刻召集100万魔兵。遵命。天骄大战即将开启，对于魔教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帮助。此次魔教所有高层全部参加。遵命。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天知道我刚才的心情有多忐忑。自从教主开始争霸天下以来，凡是有大事发生，都是留我守家。原本我都不抱希望了，甚至做好了守家的准备。没想到教主竟然不让我守家了，真是太英明了。此次各大堂口各带1000名精英弟子，战堂100万魔兵全部参加。1天之后出发天骄战场。遵命。本次天骄战场开启，里面天骄无数，精英众多，希望尔等不要坠碎了本座的威名。我等誓死追随教主，横扫战场，魔威天下。巨灵，守护好魔教。巨灵，遵法旨。
师兄，这就是天骄战场吗？这灵气也太充足了。5万年开启一回，限制1000岁以下参加，我赶上了，真是幸运。原本我一辈子也追不上圣子，可圣子刚超过1000岁，无法进入战场。只要我在这里获得机遇，出去之后未必不能取代圣子。不好，快走！快点冲出去，要到最近的城池，要不然我们都得死在这儿。一枪就清了所有凶手，包括那只半圣4层的。这应该是哪方巨大圣地的圣子，或者地主的继承人吧。教主，战场到了。找个城池先安顿下来。遵命。刚才出手的人竟然只是个手下。这里是天骄战场，他肯定也1000岁以下。那飞年里的人物得多恐怖啊！弱肉强食的战场，进来就得有死的觉悟。丁，宿主出现在天骄战场，请注意，此地天道意志强大，如果击杀天命之人，需要购买强1级别的遮天符处。在这里杀天命之子，要花更多的反派值购买遮天符箓。是的，宿主。天道会不会发现连生白昊天的异样？放心吧，宿主，虽然他们也属于另类的天运之子，但是却不会引起天道的注意。那就好。系统，我还有多少反派值了？宿主目前的反派值是1万点，之前的反派值都兑换魔的下一层功法了。丁，开启天骄争霸任务，只要宿主进入天骄榜前100名，奖励反派值100万；每前进1名，奖励反派值100万；进入前3，每前进1名，奖励1000万。宿主是否接受？接受，正好需要反派值换功法，这任务来得及时。凭什么你们能住进房屋，我们只能住在大道上？是啊，巨齿族也不是好欺负的，房屋要大家一起住。都安静！如果谁再敢叫喊，本地直接给他扔出去，为凶受。哼，这谁呀？实力这么恐怖，护卫都这么强。是啊，刚才我都怕他把我们杀了。我知道，那是我们空州天虎帝国的3皇子，一身实力据说达到了半圣7层，今年仅仅600岁。果然是绝世妖孽啊！我是知足了，能进入城池躲避灾难就行，还在乎住哪儿做什么？里面的快出来，要不然我们冲进去了。在下通州元阳圣定弟子，还望3皇子给个面子。给你面子？小小人族在我地朝只不过是臣子罢了，竟然想要面子？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。你竟然偷袭，是欺负我人族无人吗？要不是我家圣子不在这儿，你……这威压好恐怖，来人实力极强。看来这城内要出消停了，人族顶级天骄来了，我们有救了。他修为比我低，却很危险。我乃空州天虎帝国3皇子，这座城主府已经被我天虎帝国占据了，不过可以允给你等一部分空间。大人，这天虎族3皇子根本就不把人族放在眼里，刚才还侮辱我人族是低等种族呢。城主府内肯定有什么阴谋，不要相信他。这3个废物还真蒙对了。教主已经到城内了，目前这城主府被天虎族占据了。他竟然只是个手下，飞年里的正主得多强？这个城主府本座要了，魔无道，把其他生灵都赶走。是，我家教主的话，想必你们都听到了。给尔等3息的时间，还没离开者，杀无赦。人族小儿，今天是你虎爷懒得跟你们计较，下次见面就是你们的死期。放完狠话怎么不跑？皇子快用秘法呀！秘法怎么失效了？空间被锁了。是这个黑环锁了空间。惹到人族不可怕，但敢交惹本座，那就是找死了。魔无道，本座今天要吃全虎宴。是。列阵。
教主，这条虎掌还新鲜着，可先凑合着吃。嘿嘿，快点放火烤虎掌，教主就爱吃新鲜的。教主，新鲜出炉的虎掌肉。这虎掌确实新鲜。异香绽放，入口即化，味道很好，灵气充足，堪比顶级灵药。我还没死，手先被吃了。别杀了，活着的确实新鲜好吃。没事装什么？这下完了。你们也想吃吗？吃不起，吃不起，你们吃就好。陛下，前方800里有一座城池，可容纳我等休息。好，就去那里。全速前进，目标前方800里。朕，通州大前皇朝皇帝楚雄。本座扬州魔教教主周琼。他才半圣八层，怎么却有种杀不死的感觉？8000点天运，以前碰到的主角天运连1000都没有，刚到战场就碰到这么大的飞扬。这是那天虎族皇子，怎么会伤成这样？终于有人来救我了。周教主，我和这天虎族皇子也算认识，不知可否给个薄面？这巨虎可是本座好不容易抓到的，凭什么要给你呢？他这是在要好处。不过这巨虎皇子确实对我很有用，不知周教主想要什么东西？楚皇帝，这大猫虽然实力一般般，但怎么也是那什么破地朝的皇子，你想用什么跟本座来换呢？像楚雄这类运桃流主角，身上宝贝多，不坑他坑谁？这是破戒珠，可助半圣9层以下武者突破一层境界，算是个不可多得的秘宝。虽然你用不到，但是可以用于手下提升实力。你有这等宝物，竟然不给你手下提升实力，留到了现在才拿出来。看来你不重视你这些文臣武将啊！他竟然借珠子挑拨离间，果然运潮流主角的手下都忠身得很。就这一个破戒珠可不够，再加上仙石5000万，我带100万魔兵4000精英来这儿，可不是来玩的，要让他们快速成长，这些是我日后争霸天下的资本。5000万仙石给你了，把天虎族的皇子放了吧，朕要的是活的。放心，本座向来言而有信，以理服人。看好了，本座给你的可是活的。不对，这白色烟花也蛮好看的。你在玩朕？食你可以乱吃，话你可不能乱说。本座给你的时候可是活的，死了赖你，没本事防护好。没准是那只大猫自己想不开呢。你很好，周教主，你算是1号人物，朕期待着以后的见面。系统，如果我在没有遮天符的情况下杀了楚雄，会有多大的天罚？不确定，但以宿主目前的修为，肯定是抵挡不住的。他的天运点非常高了，在这方战场很受天道关注。那可是8000天运点的主角啊！楚雄还当我是半圣巅峰用不上，破戒珠真是好东西。正好用来突破当前境界。人物：周兄，周无敌，职位：魔教教主。他居然连大前皇帝都敢耍！这座城池乃是我魔教私有的地方，尔等能在这儿避难，乃是你们的福分，是教主大人的恩典。对，我们都应该感谢教主大人。教主大人乃是我们的恩人。好了，都安静。
受我魔教的庇护，当然不是免费的。每个人每天要交100仙石费用。什么？大人，那个能否少交点？我的仙石不够。大人饶命！我叫！你们呢？要不要也少交点儿？1个月的天骄榜单将会开启，排名按天骄点数算，杀凶兽、杀生灵都能得。为了反派之人，这天骄榜我必须进。陛下，刚刚为什么不直接拿下那座城池？那什么破魔教教主竟然敢玩弄陛下，该是死罪！张监正可是算出什么了？对，监正大人算出什么了？想必诸位也看出了，那周教主乃是半圣巅峰人物，如果真动起手来，很容易2败俱伤。我们此次是来练兵的，魔教的事以后再说。诸位，凌晨到了，该交第2天的保护费了。我交，这是100仙石，再不走又要被收仙石了。1晚上的时间，终于稳固了半圣6层的境界。算他们走运，现在还没开始算天骄点。天骄大战开始，走。玉玲，听说你跟布师兄好了，真假的？是啊，玉玲姐，布师兄和张小凡师兄是最好的兄弟，有时间能不能给我引荐引荐？引荐倒是没问题，但张师兄可是我宗新崛起的绝世天骄，前不久打败了圣子，已经是下一任圣子了，身边天骄女孩无数。放心，就没有本牛这股搞不定的男人。什么声音？地面怎么抖得这么厉害？你们看那边，天怎么黑了？那是什么东西？一掌扫灭上万凶兽，这定是魔道圣地的圣子人物，我等快躲开吧。不过他确实好有魅力啊！本姑娘决定了，就要征服他。张小凡，本姑娘不要了。他看过来了，他看我了！看我了！罗烨，快走吧！修魔道的都是疯子，留在这儿有危险的。是啊，快走吧，罗烨，我感觉到好危险啊！看来你们还是不了解我罗嫣啊。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我罗嫣的魅力。小女子罗嫣，刚才差点被凶兽杀死了，幸亏大人你大发神威才救下我。小女子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呢。聒噪！他为什么一点都不心动？罗嫣她死了，快跑！神魔刀积蓄的力量快到顶峰了，到时候半圣巅峰也能一刀砍死。凡哥，你果然鸿福天，咱俩这才刚进入战场，你就能找到一个传承之地，这次收获是不少啊。老布，你呀，快点修炼，别到时候让你那个老婆超越了。说什么呢，凡哥，我俩还没结婚呢。对了，凡哥，灵儿有个好朋友叫罗嫣，身材那叫一个棒，长得也非常好看，要不要我让她给你介绍一下？不用，我的目标是登顶武者的巅峰，儿女之事以后再说吧。装什么青春？灵儿，你怎么会死呢？是谁杀了你？我要他碎尸万段！胖子，振作起来，我们要为玉芒报仇，要让杀死玉芒的人付出代价。报仇？我连是谁杀的都不知道，怎么报仇？当初是我阻止他去找玉林的。胖子是我最好的兄弟，我必须帮他。天地无极溯源，追魂。怎么会算不出来？我就不信查不到凶手。我已经找到凶手了，是一个人族，实力在半圣5层左右，方位也大致确定了。这战场怎么这么大？飞了这么久，还没见到别的城池。刚才好像有什么人在窥探，要是有主角送上门就好了。你们听说了吗？咱们附近出现了一个绝世大魔头。什么魔头啊？分明是恶魔，据说所过之处寸草不生，所有凶兽生灵全部灭杀，就连自己人族都不放过，太凶残了。是啊，听说天虎帝国的3皇子都被他杀了，太吓人了。那么杀凶兽就行了，杀其他生灵做什么？听说有个城市的生灵没交保护费，确实狠了。那魔头是不是坐着魔猿飞撵？是啊，这不是都知道吗？那魔头是不是带着100万魔兵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那好像是过来了。
半个时辰内交出1000块仙石者活命，否则杀无赦。不是100块仙石吗？怎么成1000块了？大人，你是不是说错了？你们凭什么要我们全都交仙石？他不过就是询问了一下，你就杀了他，凭什么？大家团结起来，我就不信他们能把我们都杀了！兄弟们，为了我们的安全，我们不能向魔道认怂！凭什么？就凭老子手里的枪！杀光这些魔教狗！好像魔教也没有那么厉害，我们是不是选错了？魔教高层的实力还是太低了，看来得多杀几个主角拿天运珠才行。加油，杀了他！我们赢定了！太上老君是不是也爱用这招？丞相，别杀我们！大人，我错了，不要杀我，我愿意交出10000块仙石，我愿意臣服。大人，我才700岁啊，我真的不想死。滚一边去！小的才500岁就半升1层了，加入魔教定当会更加有用。实在不行，给大人当个坐骑也中啊！长成这样也敢用美人计？系统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宿主，反派值奖励得最后发放，天骄榜单要结束后才定榜，奖励那时发。也就是说，定榜前我拿不到反派值换遮天符，也就无法灭杀主角，是吧？是的。系统遮天符的价格说一下。3级遮天符400万反派值，可灭杀3000点以下天运者；4级遮天符800万反派值，可灭杀5000点以下天运者；5级遮天符1600万反派值，可灭杀10000点以下天运者；6级遮天符3200万反派值，可灭杀20000点以下天运者。这系统真够黑的。属下天一见过教主，查得怎么样了？启禀教主，4部近来杀死半圣境生灵651人，搜魂得知战场中央有天骄城，周围8座卫城，各城都有传承地，有实力的都在赶去战场。还有其他大事吗？属下还搜索到一个大人物，此人叫魔尊，是东域魔道巅峰人物，未必他名讳。东域所有魔道势力都避开了魔字，所以外界怀疑教主您和他有关系，甚至是他的弟子。魔尊，听名字就知道是尊境强者，比圣境还强一个等级。东域没多少尊境，没想到竟然让人误认为是他的弟子了。这算不算是有了强硬的背景了？不管有没有背景，这里最强也就半圣，我是巅峰。参见教主。吃了天运珠后，2人修为提升很快，连胜已经半圣4层巅峰，白昊天3层巅峰。从今天开始，你2人不用跟随大部队了，并且你2人也分开行动。最后我们在战场中心卫城见面。遵命。2位长老这是要去哪儿？魔教好处就是我说了算，没人反驳。2人是伪天运之子，跟着大部队反倒当不起。第875名地州修罗族血羽，第731名荒州天狮族狮姬，第10名黎州人族张小凡，第9名天州冥族冥王，第4通州人族楚雄。这人果然不愧天运之子身份，名次这么靠前。第3名扬州人族周琼。我就说怎么可能没有这个大魔头，我女朋友就被杀了，我早晚会找他报仇的。那魔教周秋竟然来了。教主大人，我刚才胡说的，我那女朋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杀得好啊，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，大人饶命啊！你也太胆小了。2名扬州巫族巫元，第1名中州神族光宇。早晚会见到的，不用急。丁，开启抢夺城池任务，抢夺8大卫城之一。接受。吞天魔功到第4层了，连天劫都能吞噬。启禀教主，全部传信，前方3000里就到8大卫城之一了。那卫城被修罗族占据，最强者血龙排第11。路过不要错过，上古灵药贱卖了。听说前几天去挑战的血狼族都没活着出来。是啊，你抬头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那狼徒的名字都消失了。哎，那狼徒也是，明明才排第30名，就敢去挑战血龙，不是找死吗？哼，师兄，好不容易来这战场一次，你直接就带我来卫城了，天天都这么坑人，有什么意思？小师妹，这怎么能叫坑人呢？我不过是忽悠了他们一点仙石罢了。还有你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刚刚偷摸出城抢劫了2个武者，我告诉你，一定不能出城，外面危险得很。好吧，师兄，你说修罗族能一直守住城主府吗？前10的人物还没来几个呢。
目前8大卫城早晚都会换主。这谁呀？竟然带这么多人来？皇帝吗？这么壮实在？不知道，不过绝对不简单。这是周琼那个大魔头，此人无恶不作，不知道屠杀了多少生灵，就连我女朋友，你说的该不会是天骄榜第3的周琼吧？这回修罗族要惨了，估计城主府就要守不住了。无所谓，反正卫城内不可动武，我们怕什么？要怕也是修罗族怕。这飞撵排场倒是不小，排场大有什么用？还能强过咱们家少主不成？等下照样得乖乖交入城费。来者何人？赶快报名！此处城池归我修罗族少主血龙统领，进城每人需要交100块仙石的入城费。那排名第11的就是我家少主。这俩傻缺还不知道来人是谁？人家比你家少主名次高多了，估计他俩是活不过1个时辰了。这修罗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没准魔教占了卫城，还能少交入城钱。我去斩了他们！这两小菜逼，还用魔教主你出手吗？我正好拿来试试手。2个大傻区，借你虎爷一斧头，给我死来！结束了，这么快！教主可以进城了。是周琼，天骄榜第3的周琼，果然和传说中一样强大又霸气。这也太霸气了吧！要是能和我交往就好了。你说我现在上去打招呼，会不会显得太冒昧了？莫走，你可别！我听说周琼根本不喜欢女的。上次一个身姿丰满的女修搭话，直接被排飞失去了气息。竟然这么暴力，我喜欢。他们要去原来客栈。师兄，那周秋看我了，不会是对我有意思吧？他要向我表白，我该怎么拒绝啊？师兄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不对劲，我怎么有种大祸临头的感觉？最近无论如何不能出城，知道吗？啊？为什么呀？我还想出城采灵药呢。你要敢跑到城外去，我就没你这个师妹。教主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我修炼的地方，你都敢闯进来，不想活了吗？少主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天骄榜第3的大魔头周琼来卫城了，直接就斩杀了咱们2个族人。什么？你说天骄榜第3的周琼来了？是的，少主已经进城了。好，来的正好，本少主正嫌弃这排名低呢。这周全前来正好，杀了他就可以排名第3。到时候我修罗血龙的名号也将会威震战场。就怕那周琼躲在城内不动手。少主，那周琼太恐怖了，咱们要不弃城吧？你去，在城内发布谣言，就说那周琼要挑战我。就在下一次城主府换房之日，这样那周琼就骑虎难下，必须挑战我了。是少主，属下这就去办。教主有何吩咐？去查一下今天城墙上那个青年的所有信息，还有注意一下他旁边那个少女的情况。是。虚幻的天运之气是分身吗？狗子类的主角吗？真身是否在战场？不对，这狗类型的主角通常都是分身在外行走。怕死到了极致，真身可能根本就没有进战场，不过却不能放过，杀不了。主角的羊毛还是可以薅的。袁大哥，消息来报，天骄榜第3的周琼来了，目前进入了修罗族的那个卫城。没想到扬州人族还有这样的天骄，还是修魔道的，就是不知道本事到底怎么样。正好让血龙那小子试试分量。你加派人手关注下神族的光宇，他才是我的对手。是。只有同级的强者才值得我出手，周湘还不够资格入我的眼。周琼不过是浪得虚名罢了，不用管他，派几个人去盯着他，看看他的实力到底怎么样。要是他实力不够，正好杀了他抢排名。天骄榜本就是弱肉强食，杀了上榜者就能取而代之。越到后期，这些上榜的天骄越是强盛。你知道吗？那天骄榜第3的周琼已经放话说决定向血龙挑战了啊！就是不知道谁能赢，我看肯定是周琼。也不一定，毕竟大家都没看到过周琼出手，还在这讨论呢。万丰赌场已经开赌约了，大家赶快去下注吧，发财的机会来了。
少主，万峰赌场开了您和周琼的赌约，赌率是3比7，他们认为您的胜率不足30%。什么？竟然敢如此看不起我修罗血龙！你去拿1亿块仙石，就压我赢。凡是压周琼赢的，都看住了，只要敢出城，格杀勿论。快来压住啊！天骄榜第3的周琼和第11的血龙胜负赌注开启了，比例是7比3，发财的机会就在眼前了，还不快来啊！你呸，就知道勾引人！不行了，我先压住了，压完我要去一趟天春楼，我压1万块灵石，周琼获胜。师兄，你快说谁能赢啊？我也要去下注。那周琼能赢，你去压注吧。不对劲，最近总感觉有人在偷窥我。我显露的修为连半圣都不到，怎么会被盯上？难道是我暴露了什么？哟，这不是上次说女朋友被周琼那啥的猪头吗？来压血龙赢报仇啊！哎呀，你来了，要压血龙赢吧？血龙赢的机会还是蛮大的，到时候你也算报仇了。我压周琼赢！我操！什么人啊？老婆被欺负了还压仇人赢，真不是个东西。报仇？我又不是傻子。那魔头那么恐怖，我连看都不敢多看一眼。我多挣些仙石，回族里找个更漂亮的猪小妹，不香吗？你说谁能赢？我看周雄稳赢。不一定，血龙也不弱啊。把所有压血龙赢的生灵都记下来，只要敢出城，格杀勿论。等换房之日，我定要斩过周兄的头，登顶天骄榜第3。快点到换房日吧，真想看看这场惊天大战啊！教主，那青年的信息查到了，叫陈浩，是天州一个小宗门的弟子，自身实力也就大罗境，在宗门就不怎么起眼。那个少女是他的师妹，叫赵灵，两人据说青梅竹马，关系很好。这陈浩只显露大罗境实力，的确鼓得可以。这种狗猎主角确实不好对付，不过有个小师妹就好办多了。找个机会把那个赵灵引出魏城抓起来。对了，让其他3本手座协助你，小心那个陈浩。遵命。这可是天骄榜第3和第11的生死战，谁能错过？听说其他魏城的人也赶过来看热闹了。反正战斗在府内，咱们在外面一点危险都没有。哎，你们有动静了，是不是要开始了？来了，是周兄来了！来了！你看那冰冷的眼神，好帅啊！是啊，比那个满身通红的血龙强多了，他肯定能赢。若不是城池有禁锢，我定拍死这些聒噪的蠢货。你终于还是来了，本少主还以为你不敢来了，是不是骑虎难下了？如果你现在给少主跪下，臣服于我，本少主答应饶你不死。本座就不让你臣服了，因为你臣服的结果也是死，你将会是死在本座手里的第2个修罗。你竟然杀过我修罗皇族！皇族身边都有护道者，他怎么可能杀得了？修罗皇族，看来当初秘境被系统灭杀的修罗不简单，可惜系统灭杀太干净，什么也没给我留下。这个也是皇族，杀了他吞噬记忆，能得到不少好东西。不用惊讶，你马上就会见到他了。周强竟敢杀我皇族！今天本少主拿你祭天，修罗斩！我去，这也太威猛了吧！这是在拍苍蝇吗？他好像在戏耍血龙啊！我操！师兄，你想什么呢？我跟你说，这会儿咱们赢定了！我压了周琼1万仙石呢。不对，周琼展现的战斗力和他的气息不匹配。他给我的感觉是半圣顶尖，现在的实力明显不对，是隐藏实力吗？果然，半圣6层没法直接震杀半圣9层的天骄。现在看着是戏耍他，其实根本没伤到他的根本。要不是出其不意，我顶多和他打个平手。杀了你，把你挫骨扬灰！你也不过如此，周骁，今天就是你的埋骨之日！我去，这血龙不会要翻盘吧？老子这是要赚翻的节奏啊！你还真是差他一踢。行了，本座也玩腻了，该送你上路了。什么？他刚才说在玩，也就是说他根本没认真。这才对，不然他根本配不上天骄榜第3的位置。放大话谁都会，今天本少主就看看你到底有何能耐！好冷啊！这是什么气息？比血龙的刀冷多了。师兄，我好冷啊，好可怕！这把刀竟然给我死亡的感觉，乌元都做不到。周琼小儿，你以为本少主怕你吗？修罗灭世！少主竟然跑了！我不想死，我要逃出去！
我操！血龙死了，就这么一刀。恭喜宿主完成争夺卫城任务，奖励修为提升1层，正在发放。果然，实力提升是最爽的事。任务周敌职位魔教教主7层，修为眼苍穹生死手，神魔眼残缺，吞天魔寒炎。现在不用神魔刀，我就能震杀血龙。炼化了它，还得到了修罗族的秘法，不算亏。什么？血龙被一刀秒杀了？他可是半圣9层，那我遇到他，岂不是也会被秒杀？一刀秒杀血龙，他的实力已经不弱于我多少了。来人，袁大哥，什么事？派人去盯着周兄，随时关注他的动态。进来。见过教主。查的怎么样了？禀教主，4堂的弟子都散出去了，所有卫城的生灵基本都问过了，没人听说过赵丽这号人物。天骄榜刚出的时候我就查过，确实没有赵丽的名字。现在所有人都没听过，说明他没参加这次天骄战。他不可能像陈浩那样苟着。赵丽不是那种性格，狗类主角本来就少，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狗的，起码赵丽不是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看来这次天骄战是没法解决赵丽了。赵丽的事不急，早晚能抓到他。这里就是卫城的传承秘境了。8大卫城各有一处传承，倒是新鲜，竟然能仿制出和我一模一样的存在。实力比我弱一些，功法倒是一模一样。原来复制不了我的本命兵器。仿制品的数量越来越多，实力却始终是8成，到32个就停了。这是秘境的上限。我根基太雄厚，神魔眼特殊功法都没法复制。不过对魔教高层来说，倒是提升实力的好地方。教主有何吩咐？去通知各堂堂长、魔王和护法，分批进入这处秘境房间修炼。遵命。进城要交进城费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我们知道，这是100块仙石，您收下。谁跟你们说进城费是100块仙石了？现在的进城费是1000仙石。什么？1000仙石？这也太贵了吧！哼，好，那我们不进了，走，我们去别的卫城。谁让你们走了？大人，我们不进城了，走还不行吗？这卫城是你们说进就进，说走就走的吗？既然这么急着走，那我亲自送你们上路好了。魔教也太霸道了，不进城都要被杀。要出城是吗？出城费用每人1000仙石。啊！竟然出城也要收费，太黑了。行了，赶紧走，别在这儿堵着。这魔教也太霸道了，进城费涨10倍就算了，不进城都要被杀，出城还要收费。跟魔教一比，以前的修罗族简直是好人啊！强者定规矩，要么遵从，要么死，没有别的选择。要不是城内不能动武，他们还要收保护费呢。师兄，你以前不让我出城就算了，现在竟然连院子都不让我出了，到底为什么？那股危险的感觉越来越近了。昨天已经发现有人监视我们，我有事出去一趟。记得我回来之前千万不能出了这处庭院，更不能出了这卫城。调虎离山成功了，该我上场了。应该没问题了。师兄，你回来了，刚刚去做什么啦？没什么，这几天看来是我产生错觉了，这周围没什么危险。我就说嘛，怎么可能有危险呢？行了，别郁闷了，你不是一直想出去玩玩吗？为了弥补你这2天的苦闷，师兄决定带你出去好好玩玩。太好了，终于能出来玩了。出城费每人1000仙石，2人2000。师兄，这魔教也太黑了吧？是挺黑的。师兄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要走很远吗？果然是魔教的人，一直在绕圈，是想引开我。阁下，拦住我的去路做什么？说，你是谁？为什么监视我？到底有什么企图？笑话，老子何时监视过你？老子只是无聊的时候随便逛逛罢了。随便逛逛？当我是傻子吗？你当真不说？没什么可说的，我知道你隐藏了修为，不过这城里也动不了我，你能拿我怎么办？老子现在还想问你，在城里跟踪老子这么久，怎么，你有特殊癖好啊？你是在拖延时间吗？如果没猜错的话，你是魔教的人吧？特意把我引出来是要调虎离山，
你们的目标是赵灵，可他一个小小的大罗境武者有什么好关注的？所以你们的目的是拿他来威胁。倒是还挺聪明，可惜现在才知道，已经晚了。估计你的小师妹已经……果然，修炼魔道的都是一群满脑子杀戮的武者。这么简单明显的调虎离山，你认为我会上当吗？你还是担心你们的人吧？你猜你们的人引出去的是不是赵灵？好，你很好，我记住你了。师兄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师兄在外边发现了一处有意思的地方，那里有很多奇珍异兽，带你去见见。好啊，那快走吧。师兄，你说那魔教周琼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竟然敢这么立规矩，不就杀了个血龙吗？我看那周琼活不了多久了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我的假师兄。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我什么地方暴露了？区区易容术，小道罢了。不过你确实有点能耐。再小道，你不也入套了吗？你还真以为这么简单的套能让我钻进来吗？你也是魔教的吧？你们魔教为什么这么关注我？难道仅仅发现了我隐藏了修为，甚至不惜弄这么大个套？还有明明在城门口你就可以出手，为什么要走这么远？你以为不说话我就拿你没办法吗？看来今天我也要残忍一回了，希望你扛得住。好了，好了，什么好了？说你上套了，你就上套了，别瞎犟。该死！调虎离山，他们的目标是小师妹，小师妹千万别出事。出来吧，已经安全了。师兄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会受伤呢？没什么，以前的一个仇家罢了。想设计引你出城伏击，都被我杀了。灵儿姐，魔教太不是人了！我爹出城一趟，在回来的时候没钱交进城费，就被魔教斩杀在城门口了。你别太难过了，节哀顺变。灵儿姐，我知道报仇没希望，我只是想把我爹的尸体收回来。魔教说了，必须拿1万块仙石才能收尸。他还小，突然经历这么大的事，咱俩跟着去看看吧。父亲，你不能死啊！你死了我怎么办啊？你去安慰安慰他吧，他还小，受不了这个打击。师兄之前说过，最近绝对不能出城。要收拾赶紧滚，不然连你一起杀了。计划很顺利，教主交代的任务完成了。小师妹啊，千万别出事！教主，赵灵抓到了。哦，原来不是人族，是狐族。这是什么地方？看好这个女子，她要是死了，后果你自己知道。把这个给陈浩带去，让他来见本座。说，我小师妹让你们抓哪儿去了？我杀了你！我家教主想见你，跟我走吧。赵灵在他们手里，不能冲动，先去见周全。半圣9层，天运值3000，果然是狗类主角，果然是魔道疯子，奖励没用，只能等机会。坐吧。整个屋子就一把椅子，你让我坐哪儿？不知我有何处得罪过教主大人？没什么得罪不得罪的，本座就是闲着没事，所以就想欺负欺负你罢了。周教主，不知道怎么才能放过我师妹？暂时本座心情不好，不打算放人。那不知周教主怎么样能心情好呢？本座缺个实力强的手下，没准有了心情就能好些。放了你师妹也不是不可以考虑。我陈浩愿意投靠魔教。好啊，半路入教的规矩，今日改一改。改规矩？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打赢他，你才有资格入教。他叫第一，是我座下的亲卫统领。既然是教主的考验，那我便接下来。出手吧！
这场实打实打成平手，我总可以入教了吧？好，下一关，旁人入教不必如此，只有你是例外，你不用再多想，乖乖接着便是。这分明就是在刻意针对我。吃了它，表明你的忠诚，臣服于本座，本座就放了你师妹。他想用药控制我。师妹，教主大人，希望你能遵守诺言。好，丹药对分身没用。跪下。很好，打自己10巴掌。他给我的根本不是空心药，我竟被骗得下跪，还扇自己巴掌。一具分身，本座控制了又有什么用？我的分身状态竟被他发现了，这秘法连圣境强者都察觉不了。你竟然敢用分身戏耍本座！这秘法是我偶然得到的，他怎么可能会知道？以为本座的脾气很好吗？他根本不想收我为手下。这蠢货还在纳闷我怎么识破的，他哪知道我是带系统加持的，能直接扫描目标的状态信息。刚才扫到他头顶的天运之气是虚的，自然就识破了他的这点小把戏。刚才他不过是拿我寻开心罢了，这种人为什么会被我碰上？怎么逃不掉？教主大人，教主大人，你说吧，到底怎样才能放过我的师妹？原本我猜他可能想控制我，就算他控制了这具分身，我还有别的分身在外边，到时候反倒更容易救人了。可现在跟周琼一比，我那点小心思完全是丢人啊！本座也不是不讲理的人。呸！就你，仅凭借短短时间的接触，我就能确定你就是世界上最不讲理的人了。对，教主大人最是讲理了。这赵灵也是本座手下费尽周折才抓到的，也不能轻易放。这样吧，本座看你这分身的方法确实不错。他竟然想要我的分身秘法，这可是我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啊！周琼的胃口居然这么大，罢了，小师妹还在他手里。这等秘法，就该教主大人修炼。这分身秘法果然够厉害。可以分出自身9重实力的分身，就是准备条件不少，不过也算得上是顶级功法了。教主大人可还满意？还可以，不错，勉勉强强算是个好功法。那不知我的师妹？你师妹？你认为这部功法就能换你师妹吗？那教主大人认为什么东西能换？我就知道没这么容易。你师妹先在本座这儿待着吧。以后每隔3个月，你就给本座送一样宝物，样和这部功法同等价值的宝物。等到天骄战场结束以后，本座就把你师妹还给你。什么？你？我都做好被8层皮的准备了，没想到他的胃口这么大。教主大人，我真的没有这么多宝贝，我根本凑不齐的呀。所以本座给你3个月的时间准备，你没有可以去抢、去偷，那是你的事。如果到时间你不送来，本座心情就会不好，你师妹身上可能就会少个零件。至于是手指头还是脚趾头，亦或者是脑袋，本座就不敢保证了。他说的是真的，我知道了。等等，今天的宝物你还没交呢，你忘记了？教主，刚刚那功法不是给您了吗？那不是你给本座的见面礼吗？本座现在要的是你救师妹的宝物。又是破解珠，主角宝贝真多。可惜只来分身，杀了也没礼貌。不过这羊毛必须得薅光，只有打压他，才能立威，让他怕我，才不会在背后搞小动作。为什么要抓我？还有人撅我手指，好疼啊！我的手指啊，真的好疼啊！谁来救救我！
这女的哭起来没完没了。教主说不让她自杀就行。嘿嘿，嘿嘿嘿，你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这回安静多了。终于出来了。赵灵暂时不会有危险，只要有时间，我就有机会把她救走。不到1个时辰就突破了，半圣8层，不错。大白的实力也提升不少。又是谁要倒霉了？10年了，魔教占着这魏城，没人敢惹。当初周教主的战力可是惊天动地。你看天教榜第3，那就是周教主。其他魏城都换了好几个主人了。兄弟们，拿下这座魏城！拿下魏城啊！以后，这就是我们的地盘。魔教的人提升也太快了。说这魔教的人修为怎么提升的这么快？那魔虎王前些年只不过是半圣2层而已，现在都半圣5层巅峰了。何止啊，其他的魔教高层也突破得快得惊人，甚至有突破上半圣6层的了。这也太吓人了吧！难道这些人都是绝世天骄？是啊，难道这魏城内的传承真的这么牛？可占据其他魏城的势力提升也没这么猛。这些年靠魏城传承灌顶灵气，我到半圣5层了。这就是我这几年练出来的分身，主角的金手指就是牛，可惜也有限制，要不然直接弄他18000个分身，岂不是横扫诸天？最近有什么情况发生吗？禀告教主，最近天骄城的外围大阵有了松动的痕迹，还有神族发出通告，将会在3个月后开一个拍卖大会。天骄城阵法松动，也就是说短则1年，长则10年，天骄城就会正式开启。那时候也就是天骄大战进入白热化阶段的时候，只要天骄城开启，8大卫城的禁制就会解除，到时候躲在双内就不安全了。内侧守天骄战场的正式启动，所有生灵可能都会互相厮杀。如果把进入天骄战场当作是门票的话，那么平安来到8大卫城只能算是进入了晋级赛，下一步将是大决战，就是不知道最后上榜单会给什么奖励。神族开的拍卖会。禀告教主，据了解，神族每次在天骄城开启之前，这个已经是几百万年来的惯例了。神族是时候该见见那个排名第1的光宇了，而且这个拍卖会没准在里边还能碰到个主角呢。现在薅陈浩这一只羊，就让魔教的发展快了不少，是时候找下一只羊接着薅了。连生和白昊天有消息了吗？大总管和白护法都传信过来，说再过一阶段就能到。不过大总管好像受伤了，属下告退。小凡，竟然又让他逃了！他怎么会跑得这么快？整整10多年，竟然还没有抓到他！自从10多年前我用秘法查出是连生杀死胖子女友后，我们2人就开始一路追杀连生。第一次见到连生的时候，对方才半圣4层的修为，可是每次都能逃脱追杀，不是突然凶兽群暴动，就是突然出现个传承把连生直接射走。反正每次要杀死连生的时候，都会出现各种意外，再出现时修为都会暴涨1阶，甚至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，好像在杀我自己一般。以前我被追杀的时候也是这种状态，奇遇不断，根本杀不死。胖子，那连生受伤跑不快，我们争取在他进入魏城之前拦住他，要不然等他进城就不好办了。这回你跑不了了吧？说，你为什么要杀玉兰？玉兰？谁是玉兰？本总管杀的人太多了，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。再说能死在本总管手里，也算是他的福分。你是要报恩吗？你，玉郎那么好的一个女孩，你竟然把她杀了，你难道不怕报应吗？这人脑回路不正常吧？要报仇你就报仇，提什么报应？不是有病吗？这可是战场，杀人不是很正常？
敢伤我魔教大王馆！这点小事都要我出手，魔教就没有存在的意义。教主只负责装逼，终于这部装逼功法让自己修炼得更加装逼了。去，通知所有高层开朝会。是。木魔教已经进入这处天骄战场10多年了，靠着战场的资源和好主角的羊毛，算是完成了质的飞跃。算本座半圣8层1人，魔无道半圣7层2人，连生和白昊天，果然这天运之子就得散养。半圣6层6人，2个堂主和4属署长，半圣5层20多人，各大魔王、护法堂主等，可以说完全称得上一方巨大的半圣势力了。天骄城就要开启了，到时候将是混战的开始。本座希望这次的天骄战场，魔教会是最大的赢家，没有之一。你们懂本座的意思吗？我等定当不辜负教主的期望。好，全力修炼，不要怕浪费资源。是。受伤了，谁打伤的？张小凡，说是为他朋友的妻子报仇，追杀了我10多年。张小凡追杀了连生10多年都没有被甩开，看来此人运气应该很好。连生天运值已经到了2300多，那么对方很有可能也是天运之子。羊终于来了，这次不但可以薅羊毛，还要吃羊肉，好好养伤。敢伤你，那张小凡活不出这战场。你看，那不是天骄榜单第121的火凡吗？据说一身修为已经是半圣8层了。还有那个，不是榜单第31名的天师族石基吗？他们这有什么好关注的？我跟你们说，你们看城里的那处角楼上坐着的人了吗？你们可知是谁？谁呀？难道是前10名的天骄？此人就是天榜第4的人族楚雄，乃是空州一个皇朝的帝王。旁边站着的就是他手下的文臣武将，个个不凡。咦，他对面坐着的2位是谁啊？嘿嘿，今天给你们这些乡巴佬好好讲讲。那身穿白袍的就是天骄榜第10的张小凡，也是人族。另一个可能是他朋友吧，没啥名气。一下子2个天骄榜前10，加上光宇都3个了。天骄榜第2名，五祖乌元道。还有谁没来呢？老牛，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了。还有谁？你抬头看看天就知道了。来了。仅仅1个月没见，对方身上的伤势竟然完全恢复了。还有对方竟然站在飞鸟外边，那么九正里面还有比他更强的存在，是谁呢？这谁呀？魔龙拉车经验也太强了，这你都不知道，你真是太孤陋寡闻了。你说天骄榜前3还有谁没来？你是说是那个魔教教主的周琼？你小点声，不要命了，要被他听到，不分钟撕了你！我去，这周教主确实霸气，这血杀之气，不敢想他到底屠杀过多少生灵啊！听说此人乃魔尊的弟子，能这么霸气也是有原因的。我就说嘛，也就魔尊的弟子才能这么霸道，是杀。这光宇绝对不是这半圣9层，而是10层。确实还算霸气，魔尊的弟子吗？可惜在这处战场当以我为尊。看来我的包圆计划还需要再调整。这是我遇到的第3个主角，和陈浩不一样，他和楚雄都是真身进入这里，2个大礼包，这战场也算没白来一次。教主，那处角楼里身穿白袍的就是追杀我的张小凡。哦，去。就说本座请那2人过来坐坐。他对我有很大的敌意，甚至是杀意。进入这个战场，我楚雄势在必得天骄榜第1，这是我作为帝王的骄傲。不管是周琼义或者光宇和乌元，都是我的拦路石。这人我认识，就是上回割了胖子3斤五花肉的人。我家教主请2位过去坐坐。不用，这人真是不懂规矩。陛下那么招揽他，竟然一点也没反应。他明显不是屈居人下之辈。不过看他的样子也和周强有仇，没准能利用下。羊来了。羊？什么羊？来的不是人族吗？看来这是一场鸿门宴啊！魏城内不能动我，不怕，
在本座面前，你二人认为自己有资格坐这儿吗？不知周教主叫我们俩来有什么事？什么事？你二人追杀本座手下大总管10多年的时间，可知罪？什么？原本还以为他是找我们谈和的，该当何罪？这连生杀了我女友，那他该是什么罪？兴师问罪，当我两人是你的下属吗？你是谁？你女友又是谁？我是布剧，我女友是玉灵，就是被他杀了。我让他血债血偿，有问题吗？跟魔教讲理，真有意思。这名字布剧，有女友都是浪费。杀了你女友那又如何？杀了就杀了。可你二人竟然敢追杀连生，看来真是活腻歪了。这周聪简直是蛮不讲理。周教主，咱们后会有期，再留下去恐有杀身之祸。相信我们很快会再见面。希望到时候你不会哭得太惨。玉郎残魂已从神魔到玻璃，残魂最多只能存在7天。现在不宜直接抓二人，怕他们之后不敢出魏城。把这个给陈浩送过去，让他7天之内把布剧给我送过来。送不来，他就等着替他师妹收尸吧。先薅这波羊毛，这人不用白不用。神族拍卖会正式开启。此乃半圣巅峰丹药万圣丹，可提升服用者的悟性，起拍价100万仙石。我出120万，价格涨得好快。我出300万。直接翻倍，疯了不成？3000万仙石。这魔教疯了不成？凡是跟提升实力相关的，都在疯狂的购买，这都买走1大半拍卖品了。他们哪来的这么多仙石？这魔教确实富有可怕。你们知道他们占据的魏城收取多少仙石吗？收取多少？最多不就是100仙石的进城费吗？100？想什么好事呢？魔教要1000仙石的进城费，而且出城费用也是1000。陛下，要不我们也把进城费提高一些，再加个出城费什么的。运朝在于规矩，这样的事万不可做。装什么大尾巴狼？算了，此行目的就是为了破剑珠。此乃破剑珠，起拍价5000万仙石。我出1亿仙石。有了破剑珠，便可突破半圣9层，我的计划便能完美实现了。1年时间够用。本次神族拍卖会正式结束，距离天骄城开启最晚还有1年时间，望大家好自为之。现在出去肯定会被人伏击，不如等天骄城开启再一起出去。去在魏城能收更多税费，仙石越多越好。弱小就是原罪，未来我必登顶巅峰，威震诸天。所有人登辇，出城。魔教的人竟然敢第一个出城！第一个出城，可是枪打出头鸟啊！是天骄榜第7的冥族冥王。周教主，别这么急着离开。本王一直都想和你聊聊天。不知道周教主给不给面子？当然，要是周教主能给我一些好处，本王马上离开。谁给你的胆子拦本座的座驾？3息之内不让开，死！好，周教主果然猖狂，本王今天就看看你有何本事，敢说如此大话！看来你是真想死了。连生杀了他，不知死活的东西。遵命。就凭他半圣7层也敢来杀我，这是为了羞辱本王。定。冥王不动印，万名天神法，幽冥冲击波。不，我不服！冥王的名字消失了，换成连生了。是周兄杀了冥王，根本不是连生。他的实力远超我的预估，我恐怕不是周兄的对手。1个字就定住冥王，他得多强啊！小凡，仇先不报了，不能因为为玉灵报仇让你涉险，我不能拖你的后腿。我有信心，以后定能超越他，到时候玉灵的仇一定能报。还好我们没去拦魔教的人。是啊，接下来只需等待破解珠炼化，天骄城开启之日，便是我登顶之时。这周秋将来必是一方巨物。果然言这部装逼功法没有白练，效果确实很明显。即使刚才我亲自出手，想拿下冥王，也不会这么容易。但是现在却用1个字就行了，可谓是装逼到了极致，就是有些限制。像刚刚那种定字令，每说完1次都需要1个月左右来恢复。当然，如果只是定住半圣5、6层的人，是完全没有限制的。今天的逼装的真爽，这已经是我吃的第3个破剑珠了。不过破剑珠只对半圣9层以下修为有效，
无法让人从半圣9层突破到半圣10层。半圣10层算是一个门槛，跨过去不容易。目前整个战场也就神族的光羽达到了这个境界，实力提升的真快。修为终于到了半圣9层，计划该启动了。1年之后就是大丰收的时候。把这些柱子埋在天骄城4周，每隔1个月用兽血剑灌1次。属下遵命。这次天骄战场结束后，我要让魔教之阶成为半圣境最强的实力。这可是天血果，能够提纯血脉的神果，激发潜力用的。没想到这处战场竟然能有。是啊，这东西怕不是价值10亿仙石不止啊！这是要发呀！一会儿你们几个去引开那几只凶兽，我和阿斌快速取走天血果。事后咱们在神族卫城集合。整整10多年的时间，我真的让周琼给薅秃了。可以说身上所有的宝物都给了周琼，而且满战场不停地找宝物。有一次我实在没找到宝物，换来的却是师妹的尾巴。就在3年前，我想过拼一次，在城主换房之时去偷袭周琼，可想而知，完全被对方秒杀了。一具分身就这么没有了。事后我收到了一条狐狸大腿，还特么是烤熟的，我真崩溃了。从那以后，我改变了原则，开始抢夺别人的宝物了。现在距离下一次交宝物只剩下3天了，幸亏找到了这颗天血果，起码也能顶得上2次的宝物。唉，虽然你们埋伏时间久，但是为了师妹，对不住你。行动！这个垛子我要了，还望2位行个方便。冲光闪！来人！天血果竟然没了，怎么可能？大胆，放下果子！我们拼死拼活，竟然让别人捡了便宜！还有那个偷走果子的是什么东西？怎么看着像一条狗呢？混账！给我站住！又是那条死狗抢我东西，这已经是第几回了？交宝物的时间就要到了，师妹又要受折磨。这条狗分明就是周兄的宠物，我真想宰了它。可惜还不能和周兄彻底撕破脸。第一，时间还没到，你来找我做什么？看我的笑话吗？教主让我来把这个给你。教主命令你1周之内把布具这个人送到魏城，否则就替你师妹收尸吧。布具，我要抓他去换师妹。为了师妹，我忍了。老大，我又抢到好东西了。那陈浩的运气果然好得出奇，这里面的果子是我特意给你带回来的。
天血果，这果子确实算得上珍贵，可以提升血脉，没准以后我能用到。不错，终于知道用盒子装东西了。幸好扳道换成了锦盒。周琼显露出来的实力，完全让我绝望。那连生有这等凶人的庇护，我拿什么报仇？小凡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努力修炼，以后我一定要亲手杀了那连生，还有周兄。胖子，别有压力，有我在呢。正义总会战胜邪恶的。你是天骄榜第10的张小凡，我是。你是谁？在下陈浩。刚刚听你俩提到了魔教的周琼，不知你2人跟他什么关系？关系？我和他们乃是不共戴天之仇。魔教总管连生杀了我的妻子，那魔教中人都是作恶多端，早晚会有报应的。对，那魔教中人个个凶恶至极，特别是那周兄，我恨不得吃了他的肉，喝了他的血。不瞒2位，我的小师妹就是被那周雄所害。这些年我不断的想办法报仇，可惜都失败了。不过在3年前我偷袭过周雄一回，虽然没有得逞，但也带回了我师妹的灵魂。灵魂？圣灵死后，基本灵魂也都跟着一起消失了。即使还存在，也是残魂罢了，根本挺不了几天就会魂飞魄散的。那周琼有一把绝世魔兵，会吸收人的魂魄。上次偷袭他的时候，那把魔兵被我弄伤了，跑出了一大堆的残魂，都被我收了起来。那其他的残魂你放哪儿了？不惧的妻子玉灵，就是被魔教的连生所杀。玉灵，我的玉灵！陈大哥，多谢你帮我把玉兰的残魂弄出来，我不后，敬你一个。陈大哥，你的修为这么强，怎么不登天骄榜啊？我无心那个，现在一心只想报仇，杀了周修，灭了魔教。对，咱们一起灭了魔教，报仇雪恨。我们3个也算有缘，不如结拜吧。今日我3人结为异姓兄弟，不求同生，但求同死，共灭魔教，报仇雪恨。这是我以前弄到的仙猴酒，今天开心，咱们把它都喝了。哎，陈大哥，干！你是我见过最豪爽、最仁义的人了，我不惧佩服你。咱们以后一起灭了魔教。好，一起灭。这仙猴酒的劲儿也太足了点儿，怎么总觉得陈浩有点不对劲？难不成他是魔教的人？不可能，他那身傲气绝不可能臣服别人。他说的话，我的秘法验过，全是真的。差不多该走了。对不住了，不兄，等事了，我再给你赔罪。此事办完，我必加倍补偿。小师妹，我马上就能救你了。真的要这么做吗？你的小师妹可每天都在喊你的名字。小师妹，不兄，对不住。教主说了，这个算你一件宝物，你该谢恩。尼玛，这可是我亲朋好友，得加钱。这床怎么这么硬啊？谁把我抬到地上来了？那是谁？难道是玉灵的死对我打击太大了？连生，早晚有一天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，报玉灵之仇。杀我？看来你胆子真是不小啊！我操，怎么可能？我他妈不是在做梦，这是哪儿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当然是你的好大哥给你送来的。你不是要杀我吗？我现在就在你面前啊！我要杀了你！还好我受的伤不算太重。陈浩这小子办事还算利索，距离天骄城开启只有1年时间了。张小凡这只羊没有时间薅了，这次一次性把它薅秃。1年后，楚雄和张小凡这2个礼包就能开了。头怎么这么疼？哦对，今天要商量覆灭魔教的事。胖子，该起床了。你怎么能偷懒呢？快起来！不对，胖子是很警觉的人，怎会听不到？胖子不在床上，那是什么？这是胖
胖子的魂珠，魏城不能动武，不会有事的。难道是陈浩？小凡兄，对不起了，是我抓走了不惧兄，把他交给了魔教，我也是无奈之举。我知道这么做不对，可我真的没有办法，不求你的原谅，以后定当报答你二人。都赖我，竟然这么信任他！地点：魔教魏城城主府，时间：今天。不来，替不举收尸。我必须去救胖子，就算是龙潭虎穴，我也得闯。魔教周旋，我倒要看看你要做什么，大不了大家一起同归于尽。该来的总是要来的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救回胖子。教主，张小凡来了，让他进来吧。教主有令，让你进去。10多年前，陈浩也是站在这里，不过这个羊可能是个刺头。周教主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怎么才能放了不惧？哦，放了不惧，到了本座手里的人，怎么会轻易放？那就得罪了。周魔头，今天我就来个生死之战，我张小凡宁死不屈。果然和陈浩不一样，是个拼命的性子。不惧兄，我会为你报仇的。这谁呀？竟然敢挑战周魔头？是得了失心疯吗？这不是找死吗？我知道了，那人是天骄榜第10的张小凡。2大天骄对决，我开个赌注，9-1干，周魔头9，张小凡1。那还用开赔率？张小凡必输好吗？这小子的实力确实超出预期不少。怎么会？我都激发了生命潜力了，他竟然还没有用全力。周琼，我确实不是你的对手，但我张小凡不会臣服于你，你杀了我吧！胖子，别怪我不救你。果然，没有遮天符，杀主角会遭天罚，没必要和天罚硬刚，先薅羊毛要紧。我就说吧，周魔头在戏耍张小凡呢。可惜了，那张小凡也是个绝世天骄啊，还没等天骄战开始，就死在这儿了。是啊，落入周魔头手里，可没一个能活着离开的。张小凡，你果然英勇，重情义不怕死。本座可没想杀你，也不会让你臣服的。其实布具是陈浩主动送过来的，想要从我这儿换取东西罢了。什么？本座为了换布具，也花费了大量宝物。这周教主好像还挺仁义的。不知道周教主付出了多少宝物啊？半圣兵器100个，半圣功法70部，半圣巅峰丹药200颗，奇珍异果1万枚。这怎么看都像半圣帝的底蕴清单，拿这些换个胖子，你是得多有病啊！那个周教主，你是不是拿错了，把自家的底蕴清单拿出来了？哼，就是这些，你拿不出吗？那也没什么。刚刚连生还跟我说要把布具给他处置呢，那就给他吧。别，周教主你千万别！那个教主，我真没有这些宝物啊，这太多了，恐怕一般的半圣级势力的家底都不够。没事，秘法呀、战技啊都可以顶账，你能凑齐的，我对你有信心。神他妈，你对我有信心？我自己对自己都没这信心。哎，他这是在趁机敲竹罢，有救出胖子的希望就行，可以凑一凑。一身半圣境01都被他拔走了，现在除了布具，我鸡毛都没有了。我去，他怎么没死啊？竟然在周魔头手底下活下来了，怎么可能？不对，这里面肯定有蹊跷。你看他步伐凌乱，满脸痛苦，衣服也换了。据说周魔头不喜欢女人，你们说是不是？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有可能。教主，用不用派人把布具抓回来，或者杀了？不用，他现在有活着的必要。你看着挑选几样，剩下的给魔虎王他们吧。是，该薅的羊毛都薅完了，剩下的就是杀羊了。老大，你的气质这么霸气，英武牛叉，我感觉这个棍子配不上你，要不你给我用吧？这货怕是敲谁黑棍去了，不会又是倒霉催的陈浩吧？时间流逝真快啊，已经1年了。天骄城方向有异动。
则，竟然是法则的气息，只有尊敬强者才能接触的法则，太珍贵了。天骄榜的顶尖天骄已经占了最好的位置，那个空位是给周魔头留的，要不要趁他没来，先占位置吸一会儿？法则之力的诱惑实在太大了，大不了等他来了，我再让开就是。他竟然真的敢去占周魔头的位置！这牛头可是天骄榜排名第11的大力牛族牛奔，他去占据也是合理。也对，周琼也没来，他就算占据了，大不了等周琼来了再让了呗。我看要完蛋，那周魔头可是霸道的一笔，要是看到有人敢占他的地方，恐怕会直接镇杀。区区一头蛟龙，有什么资格占据这里？赶快给我让开！这是不敢惹周雄，欺负我来了。这家伙不按常理出牌啊！远处有魔龙的嘶吼声传来，3条魔龙拉着飞辇飞过来了。虽然见过无数次了，还是震撼。你们看，飞辇上的对联：陆神、陆仙又陆佛，万古苍穹第一魔。真他妈的装逼！地上有不少失去战力的生灵，空位置还在，看来没人敢占我的位置。这处护卫天骄城的阵法，竟然蕴含法则的力量，虽然很薄弱，也足够让人震惊了。天骄城的阵法破了，城门开了！别错了，这是藏宝物，冲在前面的有不下3000生灵。中桥和魔教的人也进去了，前前后后一共进去了1万人啊！胖子，你就别进去了，里面太危险了。不行，我要进！好不容易来趟天骄战场，如果连天骄城都不敢进，那算怎么回事？再说不是有你呢吗？算了，我有信心保证我和胖子的安全。胖子好像有什么不一样了。半个时辰到了，城门要关了，现在天骄城只能出不能进了，没进去的都失去上榜资格了。这天骄城里机遇大，危险也大，上万天骄互相厮杀抢夺机缘，修为不够的进去恐怕死得很惨。大家快分散开，找宝物啊！这天骄城巨大无比，上万生灵要翻遍得半个月。刚开始大家都不会互相理杀的，最后定榜必须在天骄队。榜单前1000的奖励恐怖的吓人。这个房间里有个乱飞的光团，里面竟然是天寒铁，这一块可以换3、4个半圣兵器。看来这天骄城果然宝物众多。再去其他房间看看，这个房间里也有宝物，个个都珍贵异常。这天骄城果然是块宝座，看来魔教要发呀！一个个房间找宝物太慢了，哪有最后直接抢来的快？自己可是反派啊，抢不是应该的吗？修炼等待时机。雾源和宫羽都出手了，楚雄竟然和雾源打起来了，楚雄竟然占据了上风。他没敢动真格的，怕被别人捡了便宜。该到自己装逼，不出场了。消失这么多天，我还以为他出城了呢。想什么？我看他是根本懒得找宝物，找哪有抢来的快啊！我怎么感觉到危险临近啊？不行，我找到的宝物已经知足了，我先撤了。哼，你走吧，我得留下来争夺天骄榜的名额，我将是鬼族的荣耀。这周兄等人自从进入天骄城后就消失了，他将是争夺天骄榜第1最大的绊脚石。这是要做什么？气势笼罩整个天骄城，他是打算挑战所有人吗？本座想要这天骄榜，谁有意见？谁反对？周秋，你当真以为自己无敌了？我神族光羽出生当天破铜玄，8岁达千古，
10岁领真武，15岁成大罗，70岁修半圣，现在仅仅300岁就死了。偷袭！不可能！天骄榜排名第1的光宇，就这么被周强一刀给秒杀了，都没点反抗的吗？不是应该2个大战3000回合，最后各自祭出杀招，然后1人死亡，1人重伤吗？这他妈剧情不对啊！一招秒杀光宇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，那恐怖的血腥刀光下，自己恐怕也是必死的吧？这天骄榜本座要了，谁还反对吗？即使修帝王之道，在于无敌不败，可活着总比被秒杀好吧？既然无人反对，给尔等10秒时间，马上都给本座滚出天骄城！什么？原本以为他要拿榜单第1，可现在却都反应了过来，他是想要天骄榜上的所有名额。这周魔头疯了不成？他竟然想要所有的名额！我不能放弃，我的家族还等着我荣归不醒呢。再说，那周魔头还能杀了所有人不成？既然这周琼自己作死，那就别赖我了。周琼，你当真要这天骄榜所有名额不成？这周魔头仗着自己修为高强，竟然想抢夺我们所有人的名额，大家认为能让吗？不能，我不让，对，绝不退让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先杀了周魔头！杀了周魔头！杀了周魔头！时机过了，既然都不想走，那就都别走了。本座送你们一起上路，省得你们孤单。周兄，休得猖狂，借我战天无权！好大的口气！今日便要你伏诛，黄道龙斩！就这，吞天魔功第4层巅峰，便是我镇杀万人的底气。这根本没法打，我们所有的攻击都如同石沉大海，他的巨掌与神魔环却在步步紧逼。我没看错吧？他竟然以1敌万，还彻底占了上风。那是天骄榜第113位的孔玉啊，竟直接被轰得身形溃散，太强了，实在是太强了。败在你手里，不冤。啊！竟然毫发无损，气息还在攀升。我不争夺了，命都没了，上天骄榜又有何意义？我也放弃了，虽然实力深不可测，再留下来只会丢了性命。现在想走，已经晚了。不好，他封锁了整座城池，太狠了！我还不想死，我是家族的希望啊！诸位，今日他若不退，我们谁也活不了！大家全力出手，别再有保留了！周琼，你如此行事，必遭反噬。我乃天州罗刹族天骄，你若伤我，族中圣境长老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周大人，饶命啊！我给过你们机会，是你们自己把握不住。能为我魔教大业铺路，也算是你们的荣幸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以一己之力，不到2个时辰，便屠杀了上万天骄，那可是上万名天骄啊！别害我！我不想死，我想回家！让我出去！让开！城墙也被封了！我就不信砸不开你这破罩子！给我开！
我们都死定了！我跟你拼了！小凡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躲好，别出来。小凡哥，小心！小凡哥，皇上，您快服下疗伤丹药。不用了，没用的。皇上放心，我等就算拼死，也绝不会让周乔伤您分毫。此子未来必是整片大陆的噩梦。魔教弟子何在？在！所有人杀天骄，登榜。遵命！这是什么气息？不可能！一起上，挡住他！我曾经是苍梧大陆大前王朝的三皇子，后来放弃了皇位，拜入了魔教，得李长生赏识，飞升上界，一步步突破到了我曾经都不敢想象的大罗境。现在更是杀了一个半圣8层的绝世天骄。虽然我不是他的对手，但教主在我身后，我也不能胆怯，认输或者死。眼下形势只能暂退，在下认输。他为何独留我等？不宜激怒此人。朕认输。包圆计划成了，魔教将借此腾飞。这众魔头竟然野心这么大，让自己手下占据了所有的名额，为此不惜杀了上万的天骄，太狠了！这么多势力的天骄都让他杀了，他就不怕出了战场被报复吗？据说他是魔尊的弟子，可能有恃无恐吧。毕竟在东域很少有势力敢得罪魔尊。魔教这下要崛起了，连魔犬都能登榜，此人未来不可限量。天骄榜单定第1000名扬州人族关飞宇，第631名扬州人族钱玉琪，第11名扬州魔犬大白。榜单开始定榜了，不知我排第几？系统，这声音是天道发出的吗？天道也有思想是吗？是的，宿主，是天道的声音，不过没思想。起码这里的天道仅仅是一丝意念罢了。天骄榜第3名扬州人族白昊天，天骄榜第2名扬州人族连生，天骄榜第1名扬州人族周琼。果然是第一，奖励要来了。这奖励还能提升资质，半圣10层。咦，这是第1的奖励，竟然是这种宝物！我操，这次赚大了！魔教崛起指日可待。里面是阴之法则气息，这浓郁程度远超城外阵法。法则球出世必引腥风血雨，恐怕尊者见了都会出手争抢吧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天骄争夺战任务，当前排名天骄榜单第1名，奖励反派值1亿2700万，发放中。一下多了1亿多反派值，倒是暴富。系统，帮我兑换5级、6级遮天符。丁，5级遮天符兑换成功，消费1600万反派值。丁，6级遮天符兑换成功，消费3200万反派值，剩余7900万。几千万说没就没，还真不经花。遮天符已到手，2个主角不用留了。希望这2个礼包别让我失望。不对，
周秋要对我出手了。快挡住这一击！这可是我的本命法宝。陛下，你快走，不用管老臣们了，替我照顾好我秦九老爷，能为陛下捐躯，我当死而无憾。陛下，周琼小儿，我楚雄有朝一日定要斩杀你，为我臣子报此血海深仇。有朝一日，你没有机会了。就知道这些主角都有后手。湮灭瞳光可破灭一切时空，威力比神魔刀还要强上几分。这还是我第2次使用它。丁，恭喜宿主灭杀天运之子楚雄，奖励神秘大礼包1个，残天运珠1个。系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他没死，还是你出问题了？宿主，你确实灭杀了楚雄，不过这不是他的完全体，所以只能算灭杀一半。这是他的分身。那他的天运之气为什么不是虚幻的？还有灭杀分身也算。宿主，他不是分身，这楚雄天生双身，所以每一个都算是本体，但又不算完全体，所以你杀了之后才会有奖励，只不过是残缺的。居然还有这种怪事！周琼毁了我一个身体，还碎了我的玉玺。周琼，你等着，等朕发育好了，定要你好看。陛下，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朕练功没控制住而已。统计下伤亡，把宫殿重新建一下。陛下，刚刚二皇子正在书房附近。周瑜小儿，你杀我臣子，还他妈杀我儿子！朕今生不杀你，誓不罢休！纠结此事无用，眼下该是解决张小凡的时候了。我倒要看看，张小凡难道也能有双身秘法不成？从我对楚雄出手到现在，不过才5息时间，张小凡肯定察觉到不对了。内法军师现在受大桑穴更本，有好像幻之中变的曹香体那样纹身，这般催动对食欲的损耗肯定极大。这天骄战场之中，竟能随意开启接引通道，楚兄如此，张小凡亦是如此。这般底牌手段确实非同寻常，只可惜你们遇上了我。好强的危机，这是冲着我来的。我修成本就不及楚翔，他为何此刻才对我出手？不好，黑棍早已被周琼夺取，如今我身侧除了这块石玉，再无其他依仗。这块石玉是我最大的机缘。自得到它之后，我的命运彻底改写，才一步步走到如今的天骄之位。可如今，将吞天魔功的吞噬之力融入苍穹生死手，倒要看看你这护罩能撑多久。只差良心便能离开。星光斩！小凡兄，不窘兄，昔日是我对不住二位，我从未将你们视作外人，今日便由我来拦下这一击。今日我绝不会让你伤到他们，人剑合一。兄，不过一道分身罢了。此番虽历经艰险，总算能带着布局安然离开。不过短短几息，变故迭生，布局为何始终毫无反应？
一直将你视作手足兄弟啊！我从无向对手多做解释的习惯。至于布局方才的异样，自然是我早先埋下的暗手。当初放布局离开，便是为了今日这一步后手。丁，恭喜宿主击败天运之子张小凡，奖励神秘大礼包1个，天运珠1枚。楚雄那边虽有小波折，整体结果倒也还算圆满。那可是上万名顶尖天骄，竟尽数折损在此，手段太凌厉了。天骄战场正式结束，众人可经由通道离开。哎，你们飞那么快做什么？等等我！我又不吃人，何必这么怕我？不枉我提前在天骄城外布下12闪困阵，如今这上千名魔教弟子，无一不是屯界中的佼佼者。尔等果然没让本座失望，日后你们随本座征战诸天，可有信心？我等定当追随教主，征战诸天，威震寰宇。好，不愧是我魔教弟子，启程回总头。陈浩，方才敢对本座出手，这便是惩戒。想找回你的师妹，便来扬州魔教所头寻我。师妹，是师兄对不住你。这可是2位天运值超3000的主角所产出的奖励，远非寻常礼包可比。还是先开启对应的完整礼包看看。丁，恭喜宿主开启大礼包，获得魔卫升级卡1张，获得魔卫龙眼升级卡1张。丁，恭喜宿主开启大礼包，获得苍穹魔体。这张魔卫升级卡用于麾下12名魔卫，不知能否直接让魔巫道突破至圣境。如今拉碾的3条魔龙仅有半圣1层修为，这修为对于我而言稍显不足，排头上还差了些。8000万反派值也颇为实用，足以让我再多兑选2层功法。我自创的苍穹生死手也带苍穹2字，莫非其中有所关联？苍穹魔体，一方世界开辟者所创的先天魔体，悟性提升50%，可自行参悟魔之法则。系统，这苍穹魔体与重瞳、至尊骨、神王体相比如何？回宿主，苍穹魔体即便放在诸天万界，也是最顶尖的体质之一。果然大奖从不令人失望，一出手便是这般顶级体质。这个礼包虽有残缺，却也是8000天运值的主角所出，想必也不会太差。丁，礼包开启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幽冥血海和冥河体。又一个体质出现了。不用问系统，我都知道这体质的牛逼。还有那个幽冥血海，我没猜错的话，宿主，你打算选择融合那个体质？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做都有。系统，有没有办法把这2个体质全都融合了？消耗5000万反派值，成功率30%，不成功也可保证宿主安全。没危险，就是成功率不高而已。系统，融合苍穹魔体、冥河体、幽冥血海。好的，宿主，3者融合中，消耗反派值5000万，目前成功率30%。好庞大的能量，这是什么怪物？浑身散发着如此恐怖的魔焰气息，地下如此多的残骸，甚至还有带翅膀的天使。大地都变成血红之色，远方那片凶海，仿佛要占据这方天地。天地间的魔气突然暴涨，在驱逐血海。天地要是破碎，融合就算失败了。看来是系统出手了，所有魔气和血煞之气向我体内涌来。眉心的神魔眼好似也发生了变化。融合完成了，实力提升了10倍不止。人物：周秋，职位：魔教教主，体质：苍穹血冥体。教主，出通道了，目前距离总巢不到1万里。好，该升级坐驾了。教主这是要做什么？原本的3条魔龙竟然变成9条了，这是在里面下载了吗？每一条都有半圣9层的实力，我这白修炼了这么多奇遇加身，那么努力，最后竟然还比不过一条拉车的毛龙，这才能符合我的身份。我去，这不是周魔头的座驾吗？我记得以前是3条魔龙，现在怎么变成9条了？这周魔头为什么没死在天骄战场？那么多天骄，
就没人能把他杀了吗？难道真是祸害1000年吗？光宇死了，死在了天骄战场。是的，神尊，被扬州的周琼所杀，而且他把最顶级的上万名天骄都给杀了。据说那周琼是魔尊的弟子。魔尊，去杀了那周琼，免你死罪。遵神令。光宇是神尊的后代，我是他的护道者，唯有杀了周琼，我才能活下来。神尊，为什么派云雀去？如果那周琼真是魔尊弟子，云雀去可能难以杀死对方。云雀去正合适。如果是魔尊的弟子，护道者跟云雀一样，那么杀不杀得了就看云雀的造化了。如果周琼的护道者非常强，云雀被杀了，那么就证明此人是魔尊很看重的弟子，那么短时间内还不能动此人。光宇死了也就死了，神族不缺天骄。为什么我们神族还怕他魔尊不成？魔尊要走出那一步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什么？无缘死了？魔教周兄，哪怕你是魔尊的弟子，老子也要杀了你！不是大人，不要冲动啊！大祭司还没回来，你不能去啊！大祭司，大祭司，怎么了？你是认为巫哲杀不了那周琼？魔尊恐怕要走出那一步了。如果巫哲没有回来，其他人不允许再去找周琼的麻烦。遵命。哼，周琼杀了我族天骄，定要他血债血偿。阿弥陀佛，此等魔谋当诛。杀我儒门弟子，必取他项上人头。魔无道带着12魔卫来天魔殿。遵命。这次没跟着教主去战场，我们才半圣3层，根本跟不上教主的脚步，当侍卫都掉价。半圣9层还可以，看看这个符会不会把它升级到圣境。就直接冲到圣者境了，还在涨，到圣者境2重天了。多谢教主栽培。果真突破圣境，倒是意外之喜。他竟未渡圣劫，倒是奇怪。突破圣境极难，数10万年都未必成。就算突破，也有班数死在圣劫下。圣境分圣者、大圣2境，各10重天，寿元与天齐，却每10万年要渡一次劫。我才几10岁，早晚能威震整个诸天。太子去了10多年，怎么还没消息？是不是太子回来了？是不是？不是太子回来的消息，是魔教的消息。说吧，魔教怎么了？是周琼从天骄战场回来了吧？是的，陛下，周琼回来了，他的飞年从3条魔龙变成9条了。倒是会摆谱，半圣魔龙罢了。周琼在战场上有什么收获，知道吗？陛下暂时还不知，正在调查。太子回来了！太子回来了！儿臣见过父皇，这些年让父皇担心了。皇儿快起，这些年你受苦了，快说说，你带去的军队现在怎样了？儿臣在战场得了些奇遇，带去的军队，大罗境1万，真武境10万，千古境50万。什么？哈哈，好，有了这支军队，朕要灭了赵铁一，还有魔教。皇儿这是怎么了？父皇，赵铁灭了就灭了，可魔教万万不可招惹啊！到底怎么回事？儿臣在战场亲眼见周兄屠了上万天骄。皇儿，你真是糊涂啊！周琼杀了那么多天骄，必遭报复。等着吧，他活不了多久了。等他死了，大武就能一统天下。周琼，滚出来受死！滚出来受死！谁这么猖狂，敢找周魔头的麻烦？是啊，我想都不敢想这话。周琼，滚出来受死！何人敢来我魔教撒野？把周兄交出来，本圣要把他碎尸万段，以祭我那还未娶亲的儿子在天之灵。敢诋毁我家教主，死罪无赦！闪电5连鞭！你竟能和我拼个平手！是圣境强者，快逃啊！魔教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圣境？怎么可能？
魔巫道竟突破到圣境了！陛下，要不我们逃吧，去别处东山再起？不，朕岂能做那丧家之犬？周琼杀了那么多天骄，肯定还有人来报仇。饶命！有误会，我不报仇了，我这就走，再也不敢来惹麻烦了。走！你儿子死了，你会放弃报仇？不报了！周大人杀我儿是他的荣幸。你倒是识相，可惜晚了。就说那狗头是个废物，你们既然还有担忧，那就我出手吧。绝杀枪！咦，竟然能接我一掌不死！哼，那狗头说的还真对，你算是绝世天骄了。真不知道魔尊为什么会派你来当护道者。教主，让我来吧。你就是周琼，本将军还以为你逃了呢。哼，逃？诸天万界，寰宇之中，谁有资格让本座逃？我操！这周琼怎么比传说中都狂？周琼，你果然猖狂的可以。本将军乃是天虎帝国镇国将军，你在战场上虐杀了三皇子，现在你要老实的跟我回去，还能少受点责罚。你是那只大猫的人，那也就是虎族了。周琼，不用想着拖延时间了，没人会来救你的。哼，胜者四重天，刚好是我体质威力。敢来找本座的麻烦，那就送你死亡。什么？斩！杀戮法则，怎么可能？他这是何等体质，竟然能让他仅仅半圣境就能运用杀戮法则？这怎么可能？那是杀戮法则，天地1等1的杀伐大道，圣境强者都难没取卯，他竟用得如此心廉。我没眼花吧？那么恐怖的巨虎，怎么在周魔头的手里如此的不堪一击？这也太暴力了吧！我就说吧，没人能奈何得了周魔头。我要是能有周魔头的实力就好了，太霸气了！圣级功法，你懂个球子？那是体质，乃是天生的。剥皮吃肉，今天来个巨虎宴席。周兄怎么会这么强？怎么可能？那可是胜者4重天的强者，竟然就这么被杀了，还要吃了！没事的，肯定还有更强的。今天周兄一定会死的，一定的。逆天伐圣，竟然让他逆天伐圣了，这是何等妖孽！是啊，可这等牛时的弟子，魔尊怎么会只派一个圣境2重护道呢？谁要出手？要不大家一起出手吧，毕竟法不责众。谁是周琼？本座周琼。你就是周琼！你杀我儿子乌远，不管你是不是魔尊的弟子，今天你都要死！有什么遗言要说吗？乌远，忘了，本座在天骄战场杀的太多了，你是他爸，你来了正好，可以斩草除根了。都杀了吧。哦，对了，像虎族啊、蛟族啊，留个全尸，晚上一起吃了。是。他才是那周琼的护道者，完了！此人是大圣境的强者，而且芝麻是大圣高层。我不是来杀周大人的，我就是来看个热闹啊！大人，我也卧底啊！你们也想跟本座过过招吗？不好，大圣石头，快走！魔教太恐怖了，竟然有这等强者！不行，我得托关系了，想办法加入魔教。对了，我二叔好像认识魔教的一个斗主，还说要给我引荐呢。快回宫，马上召集所有精锐军队，咱们离开这里。有太子带回来的兵马，到别处，朕依然能建立个大武皇朝。太子人呢？陛下，太子他带着所有精锐军队走了，还带走了陛下的几个漂亮妃子，说要出去打天下去了。快来人啊！陛下晕倒了。
是不好了，冤狗长老的命牌碎了！什么？这股气息好强，大圣级的威压，大圣10层。大人，不知来我狗头族有何贵干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他要做什么？大人，我狗头族与世无争，到底哪儿惹到了大人？谁让你们惹了不该惹的人？神尊，那周琼真是魔尊的弟子，并且身具特殊体质，领悟了一些杀戮法则。护道者更是大圣10层的修为，所有前去报仇的强者都死了。杀戮法则大圣10层，看来魔尊真的很看重这个弟子啊。先不要去招惹他了，魔尊最迟几百年之内就会。他要是失败了，那么再杀周琼也不迟。是。三大族居然被灭门了！师尊新收弟子了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啊，师尊什么时候收的？什么消息？杀戮法则大圣10层的护道者，难道真是师尊新收的弟子？一切等师尊出来再说吧。黑袍分身回来了，圣境体验符果然好用，大圣10层的修为。可惜体验符只能维持1天的时间，可惜只有1张，要是有100来张就好了。接下来该处理魔教的事了。天骄战场上四部搜了不少人的记忆，因为查到魔尊已经闭关上百年，几百年内都出不来，所以我才让分身用体验符扮演护道者，1天连灭3族，杀了所有来犯的圣境强者。现在所有人都认定我是魔尊弟子了，就算魔尊出关了又如何？到时候谁拳头硬谁说了算。天骄战场的事了结了，接下来该扩充魔调。开席了，这可是圣境妖兽的肉啊！我要突破了，我要到大罗境了！突破！3天3夜的累积，魔教实力涨了不少。李长生汇报下我魔教目前的实力。禀告教主，目前我魔教有圣者境2层1人，半圣境9层18人，半圣境8层30人，其余半圣境1000多人，大罗境不下50万人，还有9条半圣9层的魔龙。天骄战场让魔教实力暴涨，之前的李剑姬用不上了。连生、白昊天、李长生、陈叔何在？给尔等1个月的整顿时间，1个月后进攻大武皇朝。秋国不臣服者杀，不纳贡者杀。遵命。接下来该冲击圣境了，融合苍穹血冥体后，突破圣境的难度涨了不少。不过吞噬幽冥雄海后，神魔眼和湮灭瞳光都强了不少。教主，属下木护法求见。进来吧。教主，我有罪，红玫瑰私自逃跑了，我没有阻止，还望教主责罚。红玫瑰何时离开的？就在教主进入天骄战场之后，目前已经17年了。本座知道了，你去刑法殿领10鞭惩罚。多谢教主开恩。100年之内不可离开后山。红玫瑰这孩子，希望教主太为难他吧。教主，你找我。红玫瑰逃走了，你去把她找回来。如果她不愿意回来，那就杀了。遵命。你也跟魔虎王去找，就知道睡。怎么了？谁踢我？就知道欺负我。望问教主去哪儿找了，一点信息都没有啊！白大人，你在这做什么呢？咱们大炎皇朝的实力可比旁边的大武强多了。天风城3大家族，张家最强，宋家次之，方家最弱。母亲，母亲，我给你煎的药，你赶快喝了吧。钱儿，不用这么费心的，最近没人欺负你。放心吧，没人欺负我。母亲，你赶快把药喝了吧。苦了钱儿了，要他跟着我受这种苦。我去修炼了。我五脏六腑受了重创，普通灵药根本治不好。穷大哥，给我母亲煎的药真的有效果吗？放心，可惜你母亲受伤太重，普通灵药根本救治不了，只能勉强维持不恶化的状态。你要尽快修炼，拿到更好的灵药，才能早点救治你的母亲。我一定会尽快变强，治好母亲的。我叫方乾，是方家家主的孙子，父亲曾是天风城第1天才，天洪宗宗主看中父亲，想把女儿嫁给他。后来父亲去秘境寻宝死了，母亲受了重伤，生下了我。方家怕得罪天洪宗，苛待我们母子，断了我们的供给。2年前我捡到一块玉佩，里面有穷大哥的残魂附在我身上。穷大哥，我什么时候才能突破到通玄境啊？快了，按照我教你的修炼，最多3天，你就能突破到通玄。要不是资源太少，你半年前就该突破了。原本不想来参加的，可母亲好久没吃过好吃的了，我要给她带回去一些。就凭你，没资格上桌吃饭，滚回你的破院子去！这不是
是天虹宗宗主的女儿云兰吗？她怎么来了？难道方家有这么大的面子？你不知道，这云兰曾经喜欢方家家主的3儿子。是啊，听说云兰都气疯了。后来听说她去密地闭关了，才没腾出手报复。现在看着状态是出关了，我看这方家要惨了。见过云兰仙子，没想到云兰仙子能来，这方府真是蓬荜生辉呀！赶快上座。见过云兰仙子。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放着这么好的老婆不要，偏偏娶一个啥背景也没有的女子，这云兰不就是年纪大点吗？听说红玫瑰那贱婆子残废了，我来看看，你把她叫出来吧。休想！我母亲已经不在方府住了，叫不来的。你就是那个杂种，竟然没死。方空武，你这几年折腾的不行啊。云仙子，是我这2年松懈了。这样，从今往后，我绝对让方前此子过得生不如死。他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这样的话，我恨不得直接杀了他，哪怕他是我爷爷。你倒是够狠，可惜晚了，方家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除了方府弟子，其他人不要反抗，我们不会杀害你们的。张兄、宋兄，你2人今天真的要灭了我方府不成？我方府和东方王府可是有关系的。你是吓傻了吧？方家所有精英弟子，还有你爷爷都死了，你没感到难过吗？他们死就死了，跟我何干？我父亲也是你害死的吧？你这个小杂种，不但挺狠，还挺聪明。你父亲就是我杀了，我那么喜欢他，他竟然非要娶那个贱女人，我要他死，要他全家都死！熊大哥，有什么办法杀了他？我要杀了他！杀不了，差距太大了。趁对方现在还没有防备你，赶快捏碎你怀里的诺伊符，逃离这里，要不然肯定会死在这儿的。那我母亲怎么办？去，把这小杂种的4肢卸下来，然后把红玫瑰那婊子给我带过来。是。快走，快走，要不然你和你母亲都会死在这儿。你走了之后还有报仇的希望。白大人，你确定人在下方的府邸内？没错，气息就在里面。见过2位大人，在下天虹宗弟子云兰。红玫瑰，本王亲自来了，你还不赶快出来？他们不但和方家没关系，还和红玫瑰有仇。敌人的敌人，那不就是朋友吗？快去把红玫瑰那贱人给大人带来！竟然惹到了这种大人物，那贱人真是罪该万死。这2个恐怖的人物看样子也和红玫瑰有仇啊！是啊，这红玫瑰修为一般，但是惹祸的能力倒是挺强。今天看来他们母子是死定了。熊大哥，这2位什么修为？都是半圣8成。咦，那条狗的血脉我怎么看不透？怎么可能？这是什么种类？半圣8成？怎么会？我母亲从未离开过那个院子，怎么会惹到这样的大人物？难道我母亲的身份不一般？红玫瑰见过虎王大人、白大人。母亲，他们是谁？钱儿，赶快来见过虎王大人和白大人。见过2位大人。红玫瑰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逃出教主的花盘，现在更是连孩子都有了，知道这是何罪吗？立马跟我回去总逃，听候教主发落。虎王大人，奴婢知罪，但是钱儿他还是个害恩，红玫瑰愿意接受任何处罚。怎么处置你，包括你儿子，需要教主大人的决。小子，你要是敢捏碎你怀里的那块挪移符，你们母子会马上死。小子，你该庆幸刚才没捏碎玉符，要不然我咬碎的就是你的脑袋。白大人，我们这就跟你回去见教主，不会逃的，不会逃的。虽然你是逃出魔教的，但是依然属于魔教。说，是谁把你打伤的？我母亲这些年受尽天虹宗迫害，今天方家也被2大家族联手灭门。怪不得教主喜欢让生灵爆炸，原来这么爽。